所以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把整个包围都换掉，就好了。新年好啊！欢迎来到最速能燃机啊！2025年如期而至，终于到了新的一年，在此呢，恭贺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同时呢，我们的春节也到了，所以祝大家恭喜发财。这段时间呢没有拍片，是因为加拿大实在是太冷了，实在受不了，相机都打不开，零下-25度。我在外面拍片拍了一半，然后电池就没电池了。然后整个相机呢也宕机，也拍不了。这2天刚好到货了，我在零下25度的时候去把东西拆出来。之前总觉得那个 FD2 呢，这个 Project FD2 呢，就是做出来最后的效果呢有点不尽人意，缝隙呢也挺大。关注我脚的朋友也知道啊，那一台车经历了很多东西啊。这次呢我就重新订件，把这台车全部都做好啊。订了很久的东西，它终于到了。他说一会儿就到，因为我们的 Project FD2 终于能有进展了。哈哈，东西到了。等一下再给你们看是什么东西啊，反正就是挺多东西的，就是能把这个车稍微的话就是变得我想要的样子吧。门的话呢，我也重新订了一个，还记得我之前那个门吗？我之前那个门也是锈掉了。今天呢到货也是一个好日子，我靠！现在零下20几度吧，多伦多，哇，冰天雪地的到货，我还要在这里把，因为是家里的原因，我还要在这里把这些东西，这些大件，所有的木条全部都拆下来，然后再把这些货一个一个的挪进去，因为冬天啥也干不了，啥也干不了。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加油吧，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要把这个拆完。好啦，东西都拆出来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前脸包围啊，虽然是台产的，但是我发现上面是日文，然后材料呢是塑料 ABS 的。我觉得既然是塑料的话，就跟 OEM 的材料是一样的。能看到那边有一个尾翼的底座，对，没错，我垫了个新的尾翼，后杠外加后杠呢下面一个唇，然后这边呢是我画下来的胎，下面是我RS5 的那一套 BBS。Lucky 你在干嘛 ？No, don't do that, please。老实点啊，这边呢就是太多东西了，一个后视镜 ，Made in Taiwan。这边是 Feels 的一个后面的 Fender Flare， 然后叶子板，还有再加上它的前唇。下面是台产的一个中网，但是我订了正版的 Mugen， 所以呢，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吧。然后这里呢，这么高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它的侧裙。
关注我久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之前订的那一套东西呢，就是很多的都是树脂的，所以很多地方呢就很奇怪，包括呢侧裙也是树脂的，所以有很多地方装的就这个车怎么看怎么心里别扭。把这套东西全部订完过后，就好好的把整个车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有些人会说啊，你为什么不订正版的件呢？不怎么样？有很多东西，第一 discontinue， 第二的话，我感觉啊，我说真的，像这种东西，我感觉它就是 OEM 的工厂，所以质量啊、位置啊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价格来说，性价比拉满。如果我买的是一台真正的 FD2， 我会买原厂件去给它装好。但是，只是一个 FD5， 也就是加拿大版的8代 SI， 我觉得。所以呢，关于这些东西，外观件来说的话，我觉得，能过得去就好。但是像轮毂啊、刹车啊、避震啊这些东西，我觉得一定要着重思考，一定要用好的东西，因为那是关乎到你生命安全的问题。所以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。虽然这次买的是台产的包围，但是我觉得够用就行，起码能让它变得，对吧？严丝合缝。这些地方，比如说这些地方，还可以把那个铆钉拆掉，把头灯换掉。轮毂呢，就用自家的品牌好了，十分的期待。然后呢，我订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啊，我给大家也看一下。OK， 这是其中一部分东西。这个是里面的这个呢，是一个 mount。哇哦 ，It's 敏盛 Editorial。这个牌子呢，我觉得东西确实不错，而且价格也不贵。大概这一套下来的话，连运费一起不到，应该差不多也就1000多块钱加币吧，不到2000的样子，反正就是。但是它的做工确实很好，这个螺丝是用的是 T7 的螺丝。然后关于这个刹车呢，就是它是一个替换的一个刹车，因为我那套是 StopTech 的 ST40，那个刹车盘呢，就是它的尺寸很奇怪，328×28，你也找不到一些市面上的一些替换件。然后替换来说的话又很贵，ST40也是个双变的，等于说外面这一圈 ring 的话，就光一对 ring 它要我1000块，所以呢，我就选择了敏盛的这个可以替换的东西。收到货以后，总体的质感对我来说十分不错，这个东西。整一个质量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它第一，它比 ST40的那个刹车盘啊，第一要厚。那么厚的话，就有一个好处就是，经过热衰减啊，或者是刹车刹的比较勤的情况下，它不会出现抖动的，就是说抖动的概率会比较低一点。像 ST40来说的话，那一套刹车盘我也没有干什么，我也没有说啊，激烈驾驶过后，然后马上去洗车啊，用冷水去喷什么之类的，没有。然后就经过一段时间过后呢，那个刹车盘就出现了抖动的状况。我也做了2次 rotor service， 然后呢 Ricky 就跟我讲，你不能再做 rotor service 了，因为越切越薄，本来这个刹车就很薄，实在没办法，我就订了一套330×28的一个尺寸，因为敏盛不做328×28的尺寸，328×28这个尺寸是 StopTech 独有，也就是说他们为了保证一个客户不流失，就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尺寸。anyways， 我就订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外加上一对桥码。当然我订的时候呢，敏盛要求我去量了一下尺寸，然后他们好给我做一个出来，用 CNC 床给我洗了一个出来。这个的材质我选的是一个7075的材质，它有7075和6061可以选。那么就是说7075来做的话就比较硬一点，因为桥码嘛，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的就说 flexi 的东西，因为最近呢还是在下雪每年的这个时候其实是多伦多最冷的时候，所以呢我打算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我再把剩余的片拍完吧。然后另外我们的摄影师北七的话他也去考警察了，所以接下来的所有的片还是得我一个人自己完成。上新的话争取更新的话会稍微快一点，大概最近就是这么一个状态。
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是敏胜的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官方代理。关注本频道的朋友们可以 Instagram 私信我，他们其实做很多其他车的一些刹车啊，或者是盘啊，还有桥码之类的。像比如说你们喜欢用一些其他牌子的卡钳，好比说我之前有介绍过什么192 M3啊，换那个 AMG 的卡钳，那个桥码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他们家可以做，他们家的价格的话也挺亲民的，所以第一批想要订敏胜 Aditory 的朋友们可以 Instagram 私信我，然后价格方面的话，我也会给一个适当的折扣给你。无非就是因为敏胜是 Made in China， 所以像这种东西空运的话可能会比较贵。当然了，你愿意付更多的运费，这个对吧？也没关系。海运来说的话，基本上到货时间差不多是在60到80天左右的样子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们要订的话，相当于4月份有些人要跑赛道什么之类的，就尽早。像敏胜呢这个牌子，其实他们参加过很多赛事，像上赛呀、浙赛呀、日本的筑波啊、D1 啊，包括泰国的很多赛事。Aditory 这个牌子其实他们都有去做测试，去做赞助，然后去给车手去跑，去给车队去跑。总体下来说的话，这个牌子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牌子。包括你像中国的那些很多博主，像键盘车神教啊这些，他就用的就是敏胜。就是这个东西的话，大家不要觉得就是说 Made in China 会怎么样，就是其实在这边来说，大家有一个误区，就是说Made in China 其实有好有坏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个频道不谈那些比如说政治方面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就光谈产品来说的话， Made in China 这个东西的话，他们有好有坏，他们可以坏，可以就是说很坏，好可以很好。你这个东西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嘛，你不可能就是说买很便宜的价格去拥有很好的东西，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。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你花100块钱，你得到是100块钱的价值，你花1000块钱得到是1000块钱的价值，不可能就是说你花100块钱得到1000块钱的价值，那个就完全就是诈骗，好不好？像这样一套盘330×28的一个双片浮动刹车盘，外加一对桥码的价格应该是在1000多一点加币，算上运费来说的话，不到2000加币，因为我选的就是单独发的嘛，单独发的这个运费肯定就稍微贵一点。如果大家能一批货我都发过来的话，那相当于运费来说的话，也不会有那么夸张。当然了，很多人做过它的一些测评或测试，我们自己没有。我打算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呢，把它亲自装上去，然后配上我们自己的轮毂，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测评出来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